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拿手菜——电饭锅红烧肉。首先，我们准备新鲜且富有弹性的五花肉1大块。不喜欢五花肉的同学也可以选择2刀肉。然后在托盘中加入适量的清水。下一步开始烧皮。首先用喷枪把猪皮烧至焦黑色。第一遍是去除猪毛。第2遍是烧至皮黄。第3遍才是烧至焦黑。托盘中加水的目的是防止托盘受热变形。烧至焦黑之后，用钢丝球或者菜刀将烧焦的部分刮洗干净。刮洗干净之后开始分肉。首先带乳头的部分容易分层，但色肉比较多。最后的部分肥肉比较厚重，而中间部分则不肥不瘦，比较紧实。然后我们取中间部分，下一步开始煮肉。将五花肉放入电饭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。加入适量的红酒。准备大葱2根切成小段加入。准备生姜1小块切成姜片备用。然后接上电源将五花肉煮至断生。此过程根据不同的电饭锅煮制的时间也不同。大约20分钟之后，用筷子能插到即可捞出。猪肉捞出之后，均匀地撒上适量的食用盐。下一步开始准备炸皮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加入1勺植物油烧热。油温烧至60%热之后，将猪皮朝下炸至金黄色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保证红烧肉软而皮不烂。炸至金黄色之后，捞出皮朝下放入托盘中。然后准备一个小托盘压在上面，也可以用重物或者胶带缠紧。猪肉压紧之后放入冰箱冰冻1个小时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猪肉下锅热胀冷缩导致变形。冰冻1个小时之后，将肉取出，切成小方块备用。理论上切得越大，则烧得越久；相反，切得越小块，时间则越短。然后将切好的猪肉放入锅中，准备生姜1小块拍散备用，准备大葱2根切成小段备用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需要参考电饭锅的火力以及水分蒸发的时间等等。锅中加入少许的姜葱油，没有姜葱油的同学也可以不加。加入冰糖1小块。加入红酒60克，没有红酒的同学也可以用黄酒或者料酒代替。加入糖色10克。最后加入桂皮2小块，然后盖上盖子煮120分钟。
烧至60分钟的时候减去姜葱香料不要。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调咸味，调好味之后继续烧剩余的时间。中途需要定时揭开锅盖查看水量是否烧干。烧够2个小时之后，水分略干且汤汁浓稠即可出锅。同学们，汤汁是否浓稠，除了肉酱的作用之外，冰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然后准备烧热的小石锅一个，加入焯好水的西兰花垫底。同学们选用烧热的石锅可以增加盛菜的保温时间，没有石锅的同学也可以选用砂锅。蔬菜垫底之后依次加入红烧肉，最后淋上剩余的汤汁即可上菜。一道肥而不腻的电饭锅红烧肉就制作完成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五花肉部位的选择。五花肉边上带乳头的部位比较瘦，但肉比较松，容易脱层，影响美观。同样，最后的位置肉最 Q 弹，但肥肉最多，很容易腻口。中间的五花肉肥瘦参半，且不脱层。所以比较适合红烧肉的原料是不肥不瘦的中间部位。第二，电饭锅火力虽然小，但是很容易将猪肉烧透，口感上来说比高压锅出品更加弹牙。家庭长时间炖肉容易被遗忘，而电饭锅也可以自动跳闸，也显得更加的安全。第三，炸肉之前可以先涂抹一层食用盐。这样可以防止猪肉油脂爆炸，即使猪肉很肥，下锅也不容易炸锅。下面进行不抹盐下锅测试，大家可以很显然地感受到猪肉的油脂已经炸裂。同学们，这一步比较危险，请勿模仿。肉皮经过油炸之后，即使烧很长时间也能够保持原形不烂。第四，未加冰冻的肉也可以直接切块烧，但猪肉会热胀冷缩，导致成品膨胀不方正。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重物平压冰冻1个小时。这样操作过的红烧肉显得方方正正，且不影响口感。以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。第五，加红酒烧肉可以分解肥肉中的油脂，红酒加的越多，则越不容易腻。在最后吃的时候可以配上酸萝卜和红酒，这样也可以解腻。红烧肉的技术总结完毕。